奶奶还让人买了很多你平时喜欢吃的零食、水果，让我偷偷去你们医院，向你的同事打探你喜欢吃的东西，说你牺牲休息的时间过去陪他，可得好好招待你，不能礼数不周。曾小雅笑道：战奶奶太客气了，听你这样说，我都受宠若惊，习惯就好，我奶奶就是这样。都说了，我们家里阳盛阴衰，奶奶最喜欢的就是女孩子，和她眼缘的女孩子，她是真当成自家孙女宠着的。老太太，我也是宠着能成为我孙媳妇的女孩子。曾小雅笑，那我以后休假，只要有空就过来陪陪战奶奶。我也很喜欢战奶奶的，她跟我奶奶一样慈祥。战奶奶答应过她，以后程医生来了管城，就帮他介绍一下，让他有机会向程医生请教，就算不请教问题，能认识一下程医生，能要到程医生的联系电话，他都心满意足了。程医生可是他们很多学医之人的偶像。战月，你对程医生了解多少？不算多，程医生人挺好的，他不仅仅是医术好，功夫也好，非常厉害的一个人，也没有外面传说中那般高高在上，高不可攀，他只是太忙而已。因为太忙，所以很多人想找他看病都排不上队，甚至连程医生的联系方式都要不到，让很多人失望而归。不知道怎么的，就传出了程医生高不可攀的谣言。程医生从来不在乎这些，我知道那些都是谣言，程医生肯定很忙呀。不说他，我们这些当医生的、护士的都忙的，特别是在大医院上班。现在流感高发期，我们医院儿科每天都排。程长龙，我不是儿科医生，都有很多家长挂我的号。曾小雅虽然不是专攻儿科的，但她受家庭影响，从小就接触医学，接触各种病例，又有家里长辈教导，她其实可以称为全科医生。给小孩子看病，她不输于那些专攻儿科的儿科医生。这也是她年纪轻轻刚被调到管城最大的医院上班，也能得到大家的重视及信任的主要原因。程医生医术那么好，找他看病的人估计都排到了明年后年，他比我们更忙也很正常。老神医还能见到他老人家吗？战月说道，在管城很少有机会见得到他老人家，不过去了 A 市的话就容易多了，只要去风尘山庄做客，很多时候都能看到他老人家的。他藤军四少的儿子疼得不得了，经常帮他的高徒带娃，爷孙俩感情好得很。军秦夫妻俩都忙，对爱哭闹的君妃也没有那么好的耐心。君妃一哭，夫妻俩恨不得躲到天边去，经常被老神医责骂。很多时候都是老神医帮着带君妃。现在君妃已经读小学，好了很多，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动不动就哭上1个小时，嚎得人家脑壳疼。曾小雅笑道，你们去风尘山庄可能像回自己家一样，我们外人想去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他知道战家和军家关系极好，军家当家少奶奶和战家的大少奶奶就是好朋友，而军家五少奶奶还是战大少奶奶的表姐，商家唯一的千金商小妃。都说上流社会那个圈子不大，很多人都拈亲带故的。你想去的话，改天有空有机会，我带你去风尘山庄拜访一下老神医。闻言，曾小雅两眼放光，真的吗？可以吗？自然可以，寒假吧，寒假了，龙庭肯定会回来。他回来了，老神医也会跟着回来带孙。在军家过年，说热热闹闹的，还没那么冷。到时候我大哥大嫂也会带孩子去军家玩上几天，我们可以跟着一起去。曾小雅为了能见到偶像，都不觉得自己跟着会打扰人家了，连连应着，那你到时候可得叫上我，我是厚着脸皮也要跟着去的。好，战月爽快地答应。小雅，你愿意与我保持着联系，把我当朋友来看？我房子装修你也帮我不少的忙，是冲着程医生来的吗？因为他们战家和军家来往密切，他是绝对能介绍曾小雅和程医生认识的。曾小雅偏头看着战月，笑道，战月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
我与你保持着联系，把你当朋友看，是因为我们聊得来，你装修房子我帮上忙，也是你信得过我，向我请教的，我才帮着你。哪里是冲着程医生去啊？虽然程医生是我的偶像，但我真没有想过利用你的关系去接触程医生。当然了，你愿意帮我牵线，让我能见到程医生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了。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请你吃饭。战月歉意的道：对不起，是我想多了，我还真怕你是冲着程医生来的，看不到我本人的好呢。不是的，你很好呀，我怎么看不到你的好？你奶奶也很好，大家都是我们战家的家风极好，你们战家人都很有修养，我跟你相处过后就相信了，大家说的一点都不假。战月放心了，他赶紧换了一个话题，免得自己尴尬。不过路程不远，没聊几句，就回到了他家所在的高级别墅区。进了别墅区，又花了几分钟的时间，才到达战月平时住的那栋大别墅。别墅大门早就打开了，老太太算着时间呢。宝宝兄妹俩还有苏猛和乐乐几个小朋友都在院子里玩，老太太坐在一旁，看似是看着曾孙们，实际上是等着战月回来。看到战月的车子了，老太太总算松口气，自言自语：还好那小子把人接过来了，我还以为帮了他那么多，最后还是没有接到人呢。那小子是一点都不着急的，老太太反而急得不行，不催一催，都不知道战月什么时候才会表白呢。八叔回来了，几个小朋友看到战月的车子驶进来，开心地跑过去。宝宝不忘牵着妹妹的手，带着妹妹一起，苏猛则牵着贝贝的另一只手，两个大哥哥都护着他。然后乐乐跑了第一。八叔，哎，乐乐，好久不见哦。乐乐笑着，八叔长期在管城，都不去看看他，好意思说好久不见呀。战月在露天停车场停好车，曾小雅看到几个小家伙，对战月说道：你没有告诉我，你侄儿女在这里，我没给他们带小礼物。战月笑道：不用买礼物，他们什么都不缺，玩具比玩具店还多。我也不知道他们过来，我出门去接你的时候，只有奶奶在家的，可能是他们过来看望奶奶。爸，没事的，他们也不会在乎有没有礼物，小家伙们只要有伴玩就行。他这样说，曾小雅只得到下次若是周末休假过来陪战奶奶，我一定给小家伙们备好礼物。八叔，最先跑到的乐乐要战月抱他，战月弯腰抱起了他。八叔，这位漂亮姐姐是谁啊？跟着八叔一起回来的是我们的八婶吗？乐乐看着曾小雅，脆声问着战月。小家伙们虽说年纪还小，不懂得什么是爱情，但他们总结了一个经验，只要叔叔们往家里带漂亮的姐姐了，那个漂亮的姐姐准会成为他们的婶婶。八叔以前从来不往家里带漂亮的姐姐，今天却带了一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这个陌生的漂亮姐姐准是他们的八婶。曾小雅笑着：小朋友，我是你八叔的朋友，不是你的八婶呢。漂亮阿姨，你不是我八婶吗？我八叔从来没有往家里带过漂亮阿姨，只要他带了回来，就是我们的八婶。乐乐一下子就改了称呼，从姐姐到阿姨。姐姐与他同辈，阿姨就和八叔同辈吗？哦，是吗？但我真不是你们的八婶呢。曾小雅笑着对战月说道：你侄儿这是催你婚吗？问你要八婶了，你可得努力努力，早点给他们带个八婶回来。乐乐，曾阿姨现在是八叔的朋友，曾阿姨今天过来主要也是陪你太奶奶的，还不是你们的八婶哈。战月向侄儿解释，又笑着回应曾小雅，还不是家里长辈催婚催得多了，小家伙们什么都不懂，跟着凑热闹的。小雅，他叫战墨，小名乐乐，是我二哥的儿子，快4岁了，上幼儿园中班。乐乐，你好呀。曾小雅笑着拉了拉乐乐的手，乐乐礼貌地叫了一声曾阿姨。八叔，
那3个小家伙也跑到了。战月马上就放下了乐乐，上前几步抢抱起贝贝，然后在贝贝的脸上连亲好几下。乐乐就对曾小雅说道：曾阿姨，你看我八叔多偏心呀，刚才我跑过来了，提出要求，八叔才抱起我，但没有亲我。对贝贝完全不一样，抢上前去抱贝贝，连亲了贝贝好几下，八叔最疼的就是贝贝了。曾小雅笑着轻摸一下乐乐的头，我看你八叔对你们都是一样的，不过是你们只有一个妹妹，你八叔会多喜欢一点妹妹也正常。乐乐也不是真的跟妹妹吃醋，小子们对于大家更喜欢妹妹早就习以为常，不说叔叔们，就是他们自己对妹妹也是极为疼爱的。乐乐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第一个想到的是妹妹。对于哥哥弟弟们，他是直接忽略，哥哥弟弟太多了，妹妹就一个。八叔，八叔，宝宝叫了战月一声，苏萌也跟着宝宝叫八叔。2个人向战月问好后，便看着曾小雅，也像乐乐想的一样，认为这个陌生的阿姨就是他们的八婶。战月笑着对孩子说道：宝宝，阿蒙，这位是曾小雅阿姨，八叔的朋友，也是你们太奶奶邀请来的贵客。几个孩子马上礼貌地向曾小雅问好。曾小雅看着几个孩子，感叹战家的基因是真的很好呀，男孩子长得俊，女娃长得漂亮，浴血可爱，贝贝真像个玉娃娃一般，让人一见就喜欢。曾阿姨不知道你们在这里，没有给你们准备到礼物，下次过来一定给你们准备礼物。曾阿姨，不用，谢谢。几个孩子都很有礼貌。战月笑着，八叔出门去接你们曾阿姨的时候，你们还没有过来，所以八叔不知道你们来了，也就没有告诉曾阿姨。下次曾阿姨一定给你们都准备一份礼物，想要什么玩具可以跟八叔说，八叔再帮你们转达给曾阿姨。谢谢八叔和曾阿姨。宝宝再次道谢，他们不缺玩具，玩具多的是。这个曾阿姨如果是他们的八婶，给他们一份小礼物，他们还敢收下。如果不是八婶的话，他们就不要礼物了，怕欠了人情要八叔去还。太奶奶呢？战月问着战慕晨。在屋里呢，我爸爸还在，二叔他们都在屋里。战月抱着贝贝对曾小雅说道：小雅，我们进屋吧。曾小雅微笑点头，几个小家伙跟着一起回屋里去。曾小雅本来有点紧张的，快到屋门口了，一直被八叔抱着的贝贝朝曾小雅伸出双手，小嘴巴说着甜甜的话：曾阿姨，抱抱。曾小雅早就想抱一抱这个浴血可爱的小娃娃了，碍于不熟悉，也知道这个小娃娃是战家的宝贝疙瘩，见战月抱着贝贝不放，他就不好意思开口，也怕小姑娘不要他抱，没想到小姑娘主动要他抱。曾小雅看一下战月，战月笑着将小宝贝递给他，他连忙抱过来。你叫贝贝？曾小雅抱到了小姑娘，那股紧张感一扫而空，边走边问着小丫头：我叫战西，小名贝贝。战月补充的道：他哥哥小名宝宝，他就叫贝贝，兄妹俩的小名合在一起就是宝贝，我们全家人的宝贝。曾小雅笑道：原来是这样，贝贝多大了？应该还不足2岁吧，他说话很流畅，咬字也清晰。还不足2周岁，也快了，他暑假说话都还不利索，现在说话利索多了，咬字是清晰。咱们贝贝可聪明了，在战家人的眼里，自家的孩子都是很聪明的。曾小雅夸着小丫头，贝贝是很聪明哦。贝贝知道是夸她的，她说道：贝贝像妈妈。曾小雅笑。战月轻捏一下小侄女的脸，对曾小雅说道：小丫头鬼精得很，有谁夸她的优点，她就说她像妈妈，要是说她不好的，她就说她像爸爸。